弄了一个方尺，弄了一个涂改液，借了一个切割机，到这个小区给那个客户就是掏一个洞，就是放燃气灶。走，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到这个客户家把台面掏一个洞，把燃气灶放下去。这都是10几年前的老小区了，然后那时候没有天然气，所以当时都没有掏这个洞。现在天然气都通了，需要把这个灶子呢放到台面下面，先找到燃气的阀门，把燃气给它断了。他家这个灶子呢一直就是放在台面上用的，把这个管呢给它拆了。业主已经把厨房该收拾的都收拾好了，干这个活呢太脏。掏洞的样板纸呢都不在了，然后直接测量一个长度宽度，上去直接画线。这个台面是纯天然大理石的，我用的这个是小孩的涂改笔。这个笔呢就是画在这个石头上，就是我们切的时候有水有泥的话，它也不会把这个线冲得看不见，而且一个白色一个黑色，这样反差比较大，看得比较清晰。大概的量一下，找到这个罩子的中心点，然后向中心往两边去分。总宽度呢是64，然后从中心向两边分，一边32。画好了防止错误，再复一下尺寸，没问题开切。业主做饭的围裙我都给系上了，要不然这个泥啊能弄一身。然后把油烟机啊开到最大，穿上这围裙就是一个家庭主妇。切食材就不能怕费水了，把这个洞捅得大一点，一会儿切的时候雾能小一点。戴上我的护目镜，戴好口罩，开干。一边切割呢，另一边就要加水，这个一气呵成。机器的后边看到我画的那个线了吗？这个水是冲不掉的。使用这个切割机呢，如果你有操作经验，可以单手去操作；如果你没有操作经验的话，可以双手，一定要把它给掐住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切好了以后，我在两个边角处呢开了一个三角形的口，这样呢这个板才好取，因为下面有木板。干到这里，其实我们1/3的活才干完了，真正不好干的是下面这一块木板。现在要切割的就是下面这块木板，我也没有换那个木工专用的切割片，因为旁边紧挨着这个食材，切的话容易把锯片崩了，所以直接用这个食材切割片切，这样切的话烟比较大。现在我要把这个切割机的底板拆掉，因为这个切割片呢它摊不到底，切不到木板的底边，就是说一刀很难给它切通了。拆了以后切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大家可不要模仿。干这样的活可以由专业的木工去干，或者是有驱屑锯啊、万用宝啊、手拉锯啊，这个等等都可以。我个人敢这么干呢，是因为我这样干的比较多了，毕竟对这个机器还是了解的，我能降得住它。锯片太短也只能切成这个样子了，但是勉强的都可以拆出来。10几年前我们用的这些木板质量都是比较差的，轻而易举的这一大块就给它掰掉了。简单清理后，我们直接试灶，先试一下放得进去吗？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在我切割量尺寸的时候呢，一边是大了1公分的。试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我们把这个好好清理一下，然后把灶放上，帮业主把气管也接好。这个活呢，他也不用再找第二波人了。如果是找一个切食材的，再找一个木工，再找一个接气的，太麻烦。现在把气给送上，然后试一下灶，没有问题，我们这个活也就完工了。现在是安装的淡季，平时忙的时候这种活根本是不接的，因为这个活相对又脏，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，所以能不做就不做。
干到这里，大家又要问了，米师傅干这个活收了多少钱？这个没法说，因为全国各地价格是不一样的，随便说出来不太好。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价格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，觉得我这个收多少合适，或者说在你们当地干应该收多少。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这样的活是可以接的，如果你经验不足，这样的活其实安全风险还是挺大的，建议大家能不做就不要做。点关注不迷路，观看米师傅后期更多精彩安装视频，拜拜。